左右摆头。那么往这边摆呢，怎么摆？会不会有同学画成这个样子啊？头是动了，脖子一点没动，有没有这种情况？肯定有，这种情况会很多。头在动的时候，我们要考虑的不仅是头动了，一定要考虑和头连接的这个脖子的动，然后再把这个脖子接到这个底座上，这一段距离变短了，这一段距离变长了。在它没有动之前，这两段是一样长的。我反复强调说，重要的都是以往见到同学们出问题最多的地方。从正面看呢略长，从侧面看呢略方，这是头的基本比例。那么在头的上面，我们画一个圆形，然后这个圆形往下往里面收，然后再往下的这个位置再往里收，这就是下颌，得到了一个头部的基本形。在这个高度的中间做一条水平的线，这个就是眼睛的位置。然后脖子呢略细于这个两个下颌角之间的宽度，这个下巴底啊到这个颈窝这一段距离呢要小于头的一半的距离，要大于这三庭之间其中一庭的这个长度。说起来比较绕口啊，就是目测一下，它比这一半少就行啊，比这一半少。你把脖子啊，实际上没有太长，但是呢也有例外。就普遍来讲，脖子不会太长，但有一些人的比例呢，看起来就比较这个脖子会比较长一点，尤其是舞蹈生，一个是呢比较瘦，容易让比例看起来修长。两个锁骨之间有一个窝，我们把这个窝呢叫颈窝，然后锁骨我们先不管，因为这些就是基础啊，你知道人会动，但是动了之后它有什么特征，你也得知道。它往哪边动了，哎，哪一块距离拉长了，哪一块距离缩短了，这个你也得知道，你才能够默写出来。然后我们在旁边再画一个肩，先画一个肩部体块，上面呢两侧是两个斜坡，左右两侧也微微做一个斜坡，然后这里呢做一个颈部的底座，然后再把这个颈部接起来，也同样画一个头，这个轻轻的作为一个初始的动作，还没有动的一个动作。好，那么我们让它往侧面偏，左右摆头。那么往这边摆呢，怎么摆？会不会有同学画成这个样子啊？头是动了，头是动了，脖子一点没动，有没有这种情况？肯定有。不强调，这种情况会很多。头在动的时候，我们要考虑的不仅是头动了，一定要考虑和头连接的这个脖子的动。然后再把这个脖子接到这个底座上，这一段距离变短了，这一段距离变长了。在它没有动之前，这两段是一样长的。然后让它往另一侧偏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考虑啊，这里呢是固定的啊，脖子先移过来，然后头再跟着移过来，然后再把脖子接好。千万不要头在原地这样转啊，不考虑脖子是不行的。然后我们再画一个，这是头，是脖子，这是肩。那么我们画的是它左右摆。那么在这个角度下画它的往左旋往右旋，就是旋转的旋，它会有什么样的特征？有这个地方也是出问题比较多的。问题出在哪儿呢？我给你画一下你就知道了。你们看这个头是转过去了，但是呢它好看吗？能看出来什么问题吗？如果你觉得这个看着还挺舒服的，那说明你有问题啊。这个问题就在于还是没有考虑脖子，只是头转了，这都是出问题最多的地方。你看啊，头在没有动的时候，它和两个肩之间的这个距离啊、位置关系啊是一样的，动完之后还是一样的，那这个就是错的啊！一定要记住这是错的，一定要清醒啊，这个是不对的啊。那正确的头转过去之后是什么样子呢？这是正面，
头要往这边偏，往这边转，它就往这边偏。你可以转一下头试试啊，看你的旁边，你转过去的时候，你头是不是过来的？你头不可能原地转。转过去之后啊，这个下颌距离这边的肩变近了，然后这一侧离这边的肩变远了，这才是一个正常的运动下会产生的效果。然后在这个动作下呢，我们稍微的带一点这个解剖结构啊，就是正常的情况下，胸锁乳突肌是这样，这是耳朵，从耳朵的后边的乳突连到胸骨以及锁骨是斜着的。我把这个画全更容易看一点。胸锁乳突肌，有的同学应该知道吧？这是胸锁乳突肌的方向啊，这一段是斜着往下连向胸骨的。这里呢是胸骨，这是胸骨柄，胸骨柄下面是剑突，这是锁骨，大概知道就可以。那么头在转过去的时候啊，往这边转，这个时候胸锁乳突肌就不是这样的了。前面露出来的这一块它就是直的了，这边是斜的，然后这里是乳突，就是头往哪边转，它的下巴就要离哪边的肩更近，远离颈窝，这就相当于没有多少变化。